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让我先去把推发了。在开始直播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呢比较喜欢看美剧，结果现在呢，非常多的美剧到最后一两集以后就没有字幕了。英文水平不是很好，所以就是英文水平比较烂吧，所以必须要有字幕呢，才可以开开心心的看美剧。这个有一些等了一两个礼拜以后依然没有字幕，就很郁闷。今天跟太太抱怨这个事情，因为我太太的英文很好嘛，所以她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自己找一个可以自动出字幕的这个播放器不就完了吗？然后我说不对啊，我说这个叫什么来着？我说这个叫做呃，其他的字幕的播放器都是自动搜字幕，对吧？因为我以前在哪儿来着，在盛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投资过一个项目，就是有一个字幕网站，然后呢，它会自动的来匹配你的视频跟字幕，然后像这个 YouTube 呢，它就会自动的去听译英语字幕，然后再根据听译英语字幕再去翻译。后来我说这怎么弄呢？然后说你每天用剪映，对吧？每天这个自己生成字幕，自己翻译，这个就也不算翻译吧，就是我们是简体译繁体嘛，这个事儿还要简单一些。你咋就没想过这么去做呢？后来我想，对呀，这个怎么会有路径依赖呢？我每天用剪映干活，每天用剪映录视频，每天用剪映做字幕，我怎么从来没想过用剪映去做英语到中文的字幕呢？我就上网上去下了一个这个英文的版本，无字幕的版本，然后扔到剪映里边，说来给我去直接生成双语字幕。然后过了2分钟以后，发现效果还可以啊，可能翻译的没那么准确，听的没有那么精准，对吧？但是总的来说效果还行啊。那么以后这个再去看各种的英语的电视剧，就不用再等字幕组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啊。这个，但我为什么要今天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有的时候人呢是有这种，你说是路径依赖呢，还是一些什么样的依赖？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干这个用的，对吧？然后呢，你明明看着这个功能，但是有另外一个需求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说，哎，我要把它换过来。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吧。好啊，我们把 Twitter 和 Discord 都发完了，然后我们要开始准备讲今天的故事了。我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啊？这个来了，字幕组弃坑，其实好像是最近好像有一些字幕组是弃坑了。老范可以带货了，给我种草洗地机，这2天也买了个，好吧，这个可惜拿不到洗地机的钱啊。这个好，我们准备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讲2个故事，一个是阿斯麦崩盘是不是 AI 大模型要迎来郁金香时刻了？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是4万亿房地产解禁时刻到来。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个故事，阿斯麦崩盘是不是 AI 大模型要迎来郁金香时刻？什么是郁金香时刻？就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大的崩盘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管它叫郁金香时刻。因为当年荷兰人去卖郁金香的时候，就遇到了郁金香崩盘这样的事情。后面每一次大的这种泡沫破裂的时候，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郁金香时刻。那么阿斯麦是怎么崩盘的呢？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为什么叫意料之外呢？因为某个技术原因啊，或者是某一个技术故障导致了呢，应该是晚一天发布的财报呢，提前1天泄露了。但是呢，这个泄露出来的财报并不是说有虚假的，或者说有错误的啊，就是正确的财报。
只是他看到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或者是大家意料之外的这个时间看到了，早看到一天，晚看到一天，里面的数据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呢，算是有一点点意料之外。那么所谓的意料之外的这个部分呢，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放大了这个财报的各种情绪，对吧？原来财报里边写着我哪块做的不错，哪块做的不好。如果你是按正常的时间去放呢，那么大家就按正常的心理状态来看就好了。但是你突然提前泄露了它，那么这个里头一定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大家心理被放大了。那么现在呢，股市其实更主要是看未来的啊。股市不看今天的消息面，不看今天有什么这个具体的什么，你今天多卖了几个硬盘，明天多卖了几个光刻机，不看这个啊，人家是看你未来发展的。这个其实也是大妈盘跟机构盘之间的差异。机构盘一般要看你未来3年啊，你的这种发展的状态，或者有什么样的新的方向，所以它允许你现在是赔钱的，对吧？你未来只要是能够发展的好，他就愿意来买。而大妈盘的话比较情绪化，他不会看那么远的事情，你当前有什么变化，我当前就要马上见钱，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而股市里边，特别是欧美股市，就是机构盘要更重一些。那么现在阿斯麦提前透露出来的这个财报，它呢收入跟利润其实还算是上升的啊，或者叫又创新高吧。但是呢，未来的订单只有预期值的一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啊！因为像阿斯麦这样的光刻机啊，不是说像手机似的，一年造几亿台，对吧？它那个东西一年大概也就是400-500台啊，不会太多了。所以呢，你到底接了多少订单，就决定了你未来需要怎么去安排生产。现在呢，它只接到了20多亿欧元的订单，对吧？大家预期大概能有40多亿，所以它差一半的钱啊。那么这个数的话，是让整个的市场感觉到异常的震惊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来分析说，哎，你阿斯麦到底什么情况？而且仔细去看阿斯麦的财报，还会发现，它在上一个季度的收入里头，中国的收入占一半，对吧？它有一半的东西都卖给中国了，而中国买的呢，主要是28纳米以上的这个产品啊，真正的那种精密制成的这种或者高端制成的设备呢，它是不卖给咱们的啊，不允许卖。如果美国不管它，荷兰政府不管它，那我估计它未来的订单还是能爆炸的啊。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了，台积电、英特尔都在努力的去出货，就是你要赶快把答应给我的机器给我，对吧？这个我该付的钱付掉，你该给我的机器给我装上，在努力做。那哪儿出问题了呢？韩国和存储市场崩了。韩国呢是像原来三星是要买一堆这样的这个光刻机来用的，但是现在韩国这边的出货量啊没跟上去啊，而且韩国可能未来的订单也不怎么样。存储市场的话，这个我刚刚又跑去看了一下这个淘宝啊，这个长江颗粒的这个长江存储颗粒的SSD 硬盘4T 的，现在价格已经回落到1000多一点了，对吧？最便宜的时候大概能到900多啊，现在是在往下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阿斯麦的这一部分的光刻机就没有卖出去啊，未来的这个订单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芯片到底是怎么样，或者叫芯片市场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手机跟电脑的需求其实都没起来，对吧？这个全球的需求都相对来说比较疲软，那这个锅谁来背呢？这个锅必须是 AI 来背，没有第二家能背的，对吧？因为现在大家能够让它换手机、换电脑的唯一的理由就是 AI， 对吧？你现在要用 AI 手机，要用 AI 电脑，你要去买 iPhone 15，对吧？你iPhone 16，你要去买 iPhone 16，你要去买这个三星的 AI 手机，你要去买谷歌的 AI 手机，然后国内的各种安卓手机都要去配 AI， 然后这2天，联想在拉着 AMD 这个英特尔的老大，还包括英伟达的老大在这儿开会，
就是要去卖 AI PC。那么大家对所有这些 AI 的手机、AI 的 PC 都没有什么购买欲望，对吧？没有刺激起来嘛。那么原因只能是一个，就是 AI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没用，对吧？或者就是说普通的 AI 用户来说，对于没有觉得 AI 给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我需要付很多的钱重新更换设备，必须要来使用这些 AI 产品，没有，对吧？所以这个锅只能是 AI 来背。唯一剩下的亮点呢，现在就是对于这个阿斯麦来说，他也在讲说，我们现在啊，所有的逻辑芯片，就是 CPU 这些东西，存储芯片现在都不行啊，需求都很差。现在最后的一个亮点是 AI 了，也就是现在还有人再去买它的这个光刻机去做 HDM 啊，就是 AI 芯片上面或者算力卡上面用的这种内存啊，或者是去做这种 H100啊、B200或者是什么这个 MI300这样的这种算力卡，还在这个东西还是有需求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种 AI 芯片啊，它呢很贵，对吧？一个 H100 5万美金啊，一个 B200可能更贵，具体价格我没有去查。但是这种芯片总的量其实是很小的，它跟 CPU 跟这个比如说高通的 CPU 啊，跟这个苹果的 CPU 比起来完全不可比，对吧？你想苹果每年要卖掉几亿只手机，然后呢，这个叫做谁？这个 PC， 你像英特尔、AMD 每年大概几千万也还是要出去的，但是你像 H100这样的芯片，每年能够有个几十万啊，撑死应该到不了100万，也就是这种水平，所以它那个量差的非常非常远，对吧？它们量很小，那么这个 AI 的这些东西呢，它可能现在还有很高的需求，但是大家就预测说崩溃这种事情是带有滞后性的。对吧？也许下一个就轮到 AI 芯片崩了，因为前面是已经把 CPU 崩掉了，已经把存储芯片崩掉了。那么 AI 芯片是不是再过个，比如说1年或者再过个1、2个季度就会崩掉？这个大家也在观望啊，所以它为什么股价就会崩掉？现在呢，市场上的投资者心理已经站在悬崖边缘上了，因为 AI 整个的行业来说，投入实在太巨大了。而且看不到任何收益，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呢不怎么挣钱，全世界所有的 AI 公司都不怎么挣钱，对吧？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 AI 大家都觉得啊，这就是未来的方向了，对吧？但是现在 AI 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变化是，只见裁员，对吧？没有看到哪有新的企业快速成长，新的企业爆发，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公司快速的招人，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大概。这个 AI 会不会说就是霍楞一下就跑掉了，或者说它就一个泡泡就破掉了？大家现在都很担心这件事儿。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让大家担心 AI 有可能泡沫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 H100 的租金崩了。就 H100 这种东西呢，是英伟达上一代的算力卡，也是现在的主力算力卡，现在。虽然有 B200 出来了，但是真正用上的人还非常非常少。现在出来进行测试的 B200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在交货上还需要再等一等。那么 H100 这样的芯片或者这样的算力卡一张是5万美金，对吧？原来呢说你们有人买不起吧，怎么办呢？啊，你们可以租用这些算力卡啊，像云计算一样，我们去开一个这种带算力卡的主机，我们去用就完了。英伟达给的建议呢是。这个4.7美金1小时，对吧？你租一个 H100，然后租1个小时4块7美金，然后去年的供不应求的时候，这个价格涨到了8美金1小时，但是现在呢，这个价格已经降到了2美金1小时，就是已经掉下来了，大家不需要了，对吧 ？H100 按照5年的寿命，5万美金5年的寿命，价格如果降到了3美金1小时以下的话，这个收益率可能就未必划算了。对吧？你可能最后挣的钱还不如你把这钱存银行里收利息挣的钱多呢。如果这个价格降到2美元1小时以下，你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对吧？你把这个 H100烧废掉了，5年烧废了，对吧？你这个收回来的租金不够这块卡钱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是怎么有感觉像咱们原来挖矿那感觉是吧？
买了4090，然后插在机器里挖矿，然后这个比特币价一下跌，啊不对，不是比特币，以太坊的价格一下跌，对吧？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个成本回收的时间又变长了，对吧？它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 ，H100的这种租用的收益啊，你还不能按这样来算，为什么呢？因为你挖矿，你只要把机器开着，它就一直在挖过，对吧？它不会说这个现在有人挖，待会儿没人挖，它有开机率的问题，它不会这样的。你只要开着机器，它就一直挖。但是像 H100这种东西，你把它买回来以后，没有人租用的时候，它就有空置率啊，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虽然是能够卖到$2啊1个小时，但是你可能开机率不足10%，不足20%，那你多少钱你都挣不回来，对吧？那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现在为什么 H100的这种单价会掉得这么厉害呢？这个其实是真正反映到整个大模型这个产业、整个行业的这种创业热情啊，这个直接是反映的。现在舍得花钱去训练新模型的公司其实已经很少了啊，在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说我们花钱去训练了个新模型吧，啊，现在已经不愿意干了。独角兽01万物的 CEO 李开复刚刚出来讲了，说，哎呀，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训练新模型啊。这个为什么他会出来讲这样的一个话？因为李开复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新模型面世了，对吧？那么现在他终于又拿出了一个新模型，这个新模型叫 Lightning 啊，这个模型呢是一个 MOE 的模型，在很多的跑分里头已经超过了 GPT-4O。以及 GPT-4O mini 已经都超过了，对吧？现在又出来开了个发布会。那么现在呢，他就讲说，训练一次这样的模型需要$300到400万，还是很贵的。就是一般的公司你根本就玩不起，你不是独角兽，不是有$10亿的估值，身上可能有个几亿美金的投资的话，你根本就没法弄这事儿。然后你想把这个钱挣回来，也挣不回来。就是他们现在这些人用几百万美金训练了一个模型，像他训练的模型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模型，还不是像 OpenAI 那种大模型，对吧？那么这300-400万美金，你需要做多少服务能把它挣回来？非常非常难。那么现在呢，基础大模型本身的同质化也很严重。你说我做了一个大模型是这个 OpenAI 的 GPT 啊，有一个模型是 Cloud， 有一个模型是 Gemini。这3个模型，你说它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其实到最后差异都没有那么大，对吧？而且大模型呢，也不是针对普通用户的，它很多的大模型用户最终还是开发者。那么如果是开发者使用这些大模型的话，那么最后这些大模型的竞争就会形成一个很悲观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赢者通吃，谁做的最好，大家都去选它。对吧？因为如果是你面向普通用户了，大家说，哎呀，这个甭管好不好使，我用习惯了，我不换了，对吧？它会有这个用户忠诚度的问题。但是你一旦是大模型的最后用户是开发者，是 B 端用户的话，那这个事儿随时有新的啊，人家随时就换掉了。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停止在训练自己的模型了，比如像Character AI 这样的公司。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模型以后不训了啊，以后我就用别人的啊，用 Gemini 就完事儿了，对吧？那么大模型呢，普通人其实啊用就完事儿了啊，跟这个其他的各种什么开发呀，各种的这个就是它就直接聊天就可以了啊，就是更进一步的，其实普通人现在用不到。现在的大模型呢，御三家也是跟游戏机似的啊，御三家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这3家是算最强的。对吧？国内的产品呢，通义千问、Moonshot、DeepSeek、E 啊，这些其实还是比较常见，我用的还比较多。其他像什么 Minimax 呀，还有像另外几个主要 To B 的产品，基本上没用过啊，咱也不评论。开源的这种或者开放模型吧 ，Llama 呀、Mistral 呀这些也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是 XAI 啊，这个为什么说它奇葩呢？融钱融的很多啊，名声也很响，顶着埃隆·马斯克，然后呢，这个手里的算力也足够多。只是呢，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结果，也仅仅是这个 X 平台上面的一个聊天窗口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API 啊，什么所有的这些
里头什么 AI agent 呀，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对吧？然后号称是开源了啊，那个 Grok 1.0的版本也把这个源代码扔出来了，但是呢，放出来以后也没有任何人再去看它一眼，也没有任何后续的更新，什么都没干，对吧？做了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它会比较难看啊。那么应用以及对于算力的需求呢，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对吧？除了刚才咱们讲的这几家之外，就是刚才咱们念到名字这家，其他人其实用不了多少算力。你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要问答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问答的时候呢，这个你用推理算力就行了，你并不需要去训练模型的那种算力，对吧？这个推理算力的话，用这个有一个卡叫 Grok 啊 ，GROQ， 用这种卡的效果其实比 H100比这玩意儿效果还好，对吧？它是可以非常好、便宜啊，非常高效的把你的推理结果给你送出来。现在很多的公司，包括谷歌，包括这个亚马逊、微软，都在自己定制类似这样的卡，对吧？他说我们不再需要英伟达这些东西了，我们只管去回答人家聊天问题就行了。至于更进一步的开发 AI agent 呀这些东西，现在呢还在找方向。虽然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很美，但是呢大规模的使用呢现在其实并没有那么成熟。至于其他的 AI 应用方式 ，RAG 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美好啊。然后微调，有些人说，那我们上微调小模型吧。这个呢，现在确实这么干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很少有人去把一个，比如说405B 的模型拿出来微调一下，或者把这种70几 B 的模型拿出来微调一下，很少。绝大部分人微调也就是去调这种，比如7B 啊、9B 啊这样的模型去调，甚至有人去调那个1B 的、3B 的模型，对吧？这种模型调起来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你到这种租用 H100的那个平台上，你去调这种7B 的模型，调一次可能花不了几百美金，对吧？所以你想，这个对于他们这些做 H100租赁的人来说，那这个就真的是卖不出去了。所以这些 H100的租金就直接崩掉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很多购买 H100的人其实买的是期货。什么叫期货？就是去年人家拿了投资了，然后就花钱买了，买完了以后一直交不了货，在那等，然后等到现在呢，开始逐步的交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的市场容量等于需求在下降，供给在上升，那它价格就只能崩掉。而且大模型训练这个事儿其实并不能一直跑，你只有像 OpenAI、Anthropic、谷歌这样的公司，你会不停的再去训练大模型，对吧？训练大模型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造大炮我造了一门大炮出来，但是呢，你造完大炮以后，你得不断的开炮，对吧？你这一根炮管，你说我可以打这个500发炮弹，还是打300发炮弹？你把它打掉，你不能说我把大炮造出来了，炮弹没打2发以后，咱再造一门大炮吧，或者咱们过2天再造一门大炮，然后每天的不停的造大炮，这个事儿不行哈。这个现在大家其实对于算力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了。那么当这一件事情真正传递到英伟达身上，传递到台积电身上的时候，可能就整个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泡沫就彻底捅破了现在还没有传递到他们身上，现在还在喊说，哎呀，现在我的 H100这个订单很好大家都在很拼命的买对吧？然后马斯克说我要去买这2天好像是 Oracle 说我要去买一大堆这个 H100回来，然后大家赶快来使对吧？还在干这个事情。现在大家还在相信什么？就是谁买了一大堆的这个英伟达显卡，谁的股价就会涨，还在信这件事情，对吧？但是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说你买了这些东西以后，部署到云计算机房，然后到底能不能用这个东西挣到钱，或者最后价格下滑了以后，你是不是这个生意依然是划算的？现在大家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但是应该已经很快了。现在呢，整个的行业也都比较迷茫行业的老大 OpenAI 呢也没有给出什么新方向来。现在呢 OpenAI 还在不断的去训练新的大模型，但是呢不断训练新模型这件事情呢肯定是亏钱的这个没什么好说。
但是其他人也不敢停下来啊。这个如果停止训练新模型，开始卷应用了，那个可能最终在模型层次就会落后。那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我们看看历史，云计算也好，广告也好，最后都是赢者通吃了，最后剩下的甭管是亚马逊、阿里，对吧？还是广告平台上的谷歌、Facebook、苹果啊，这都是最后的赢者通吃，他们都是靠说我从广告到这个云计算，再到这个最前端的应用，还有自己的用户，我要都有，然后才能把整个的市场吃下来。那么这些大厂他是不敢去放弃说模型我不做了，我就只管把应用做好，他不太敢干这个事儿了啊，因为一旦干这个事儿了以后，最后就有可能被别人拿捏，对吧？这个人家说，哎，平台是我的，广告也是我的，或者大模型是我的，那我给你用的时候就给你在里边放一些这个小的障碍，或者是让你觉得使得不是那么舒服。那么我再出一些新的产品的时候跟你竞争，对吧？你就竞争不过我。那么这个是大家所害怕的，所以对于大头来说啊，或者对于巨头来说，他们依然要去训练啊，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方向。OpenAI 今年亏了50亿美金，明年预计亏损140亿美金，而且过去5年据说是已经累计亏损了440亿美金啊，而且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呢，未来一段时间还会亏钱。它可能预计到2029年才有可能盈利，对吧？现在是2024年，要再过个这个5年才有可能挣着钱啊，这个还是路很遥远啊。像我们以前去投案子的时候说，哎，你做个3年的财务规划吧，然后呢，人家说这玩意儿咋做？我说你做呗，做完反正我也不看，对吧？这个我知道你是拍脑袋瞎猜的。这个你像 OpenAI 想5年以后盈利，有人信吗？对吧？这个反正你愿意信你就信就好了。现在呢，整个行业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纠结的，对吧？要不要继续卷大模型？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美，但是具体到应用的层次上其实是脱节的。我们前面讲到说，大模型可以改变多少人的工作，可以改变所有的应用，所有的应用环节都值得用大模型重新做一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谁说因为我用大模型重新做了应用以后，我就突飞猛进，我一把就疯了，就涨起来了，并没有这样的公司出来，或者说这样的公司，比如说像 Character， 对吧？大家觉得，哎，你在用大模型做一些这个陪伴类的应用啊，这个好厉害。然后呢，这公司就不行了，对吧？核心团队被谷歌买走了，自己也不再训练自己的模型了啊。有人说，Perplexity 很棒啊，对吧？人家做这个搜索很好用啊。但是大家看看谷歌，看看国内的豆包或者是 Kimi， 对吧？大家都在往这一条路上挤，最后挤上去以后，它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优势了，因为挤上去以后，最后我讲的赢者通吃，一定是最后握有大模型的那个公司能够把它干掉。Perplexity 的模型不是他自己的，他的模型是这个 OpenAI 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OpenAI 说来我做色识 GPT 了，那就没你什么事儿，对吧？谷歌 Gemini 说来我也把这个东西集成进去。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Perplexity 是没法跟他们竞争的，所以这个呢，现在大家也是非常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裁员，但是没有看到新兴行业的崛起，而且这一次裁员呢，跟以前历届的裁员都有巨大的差异。以前裁员，比如说就跟军队裁军似的，对吧？他们会干嘛呢？把士兵干掉。然后呢，把这个有经验的军事长留下来，把这个军官尽可能的留下来一些，对吧？或者说比较好的军官留下。为什么这么裁军呢？就是万一以后打仗，还可以以此为骨干，快速的再建立起新的军队来。但是这一次裁的都是中层管理干部，对吧？亚马逊现在已经透露出来，准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裁员1.4万名中层管理干部。国内各大厂裁员的重灾区不是底下干活的人。当然也不是说35岁毕业的人，而是什么呢？就是中间沟通环节的职位，不像什么 HRBP 啊，什么这些都是重灾区，把他们都干掉。我们不需要你去沟通了，以后的公司都是扁平化，底下的人用 AI 啊，把这个能完成的工作尽量完成了，上层的人用 AI 去尽可能的收集数据，进行判定啊，或者做出决策就完事儿了，对吧？我们不需要中间有一大堆的人去制定规章制度，然后执行规章制度，然后去进行沟通啊，不用干这个事儿了。这部分的事情通通由 AI 来干，
对吧？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的大企业可能会更加的扁平化一些。而且现在很多的 AI 行业的这些公司也在思考问题，什么呢？我到底是 To B 还是 To C 啊？我是给这个商业用户去做呢，还是给个人用户去做呢？ To B 肯定是短期能够挣到钱的，因为商业用户只要是你能给他改变一点点的效率，他就愿意给钱。但是长期这样的公司大概率是会被淘汰的，这混不下去的。那么如果 To C 的话，那是真卷不起，太贵了，对吧？现在流量都是握在大平台手里面，咱们就以说做这个 AI 应用啊 ，AI 桌面应用这一个赛道来看，国内 Kimi 肯定是做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应用，而且声音也很响亮。它有多少月活？几百万。豆包6000万月活，对吧？为什么？因为流量在字节跳动手里头，你 Kimi 想要流量，你得花钱买去，对吧？人家字节跳动说我自己有流量，我自己上，对吧？那么豆包现在6000万月活，当然豆包也挺好使的啊，因为我现在每天主力的 AI 工具就是豆包，还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中间状态的，对吧？我要么 To B， 要么 To C。现在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有一些新的中间态，我们来为它服务？现在呢，大家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中间状态？就是 To B 跟 To C 的中间状态。我就是中间状态啊。我们这种人叫什么？叫自由职业者，对吧？我既不是 B 也不是 C，我虽然是个个人，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大的这个商业，但是呢，我又不是说用这些 AI 工具去解决日常娱乐问题。我是用这个工具在上班，在挣钱，所以呢，可能未来的这些 AI 工具要思考一下怎么为 To B 与 To C 中间的这部分人去服务，对吧？也许未来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方向出来，对吧？这个 AI 可能会替代80%的工作，那么这80%的人失业了以后，不会再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再回到大企业里面去就业。他们可能就会像我一样成为新的这种叫做自由职业者，对吧？这有可能才是未来的一个广大业态。明年呢，有可能是整个 AI 行业里边的至暗时刻，更多的创业企业会崩盘，就像咱们前面讲的 Character AI 这样，而且国内的这些 AI 企业也会有大量崩盘的，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你花了太多的钱，做了太高的估值，对吧？然后你又挣不到钱，也没有办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提高社会效益，那么这些企业一定会崩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然后英伟达的 B200交不了货，与台积电现在也在扯皮，这个事儿本身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大。对吧？这个台积电说英伟达你这个用了太多的新技术，然后给我们的时候又太着急，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芯片是有问题的啊。英伟达就是说台积电你们的技术有毛病啊，这个给我的芯片不好啊，我们要去晚一些再去交付。这个其实不重要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算力需求下限啊。如果大家发现没有那么多的算力需求了，你把这个卡造出来卖不掉了，对吧？这个才叫吓人。对吧？这个有可能就会在2025年发生，而且应用如果还是起不来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交易、新的利润还是没有产生的话，那么这个崩盘就必然会到来，但是呢，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啊，崩盘是一定会来的，但是呢，不破不立，必须要经历这次崩盘，最后呢才可以去说再重新这个。否极泰来，继续往前走，对吧？当然，最好在这个崩盘的过程中能够保住 OpenAI 啊，不要让这个老大倒下。这个老大倒下，可能整个的行业就爬不起来了啊。如果能够保住它的话啊，那没准未来还是可以说经历一个大的起伏之后，再慢慢的企稳回升。那么在明年呢，更多的人应该会去做应用啊，更多的人会去思考新的商业模式。不要再去搞什么狗屁的 UBI 啊，就是全民基础收入那个东西搞不通的，不要脱离商品经济的底层逻辑在这个逻辑上，大家去想有什么新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新的业态。如果80%人失去工作了，都在外面做自由职业者，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为他们服务？这是明年真正需要想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等待新的巨头产生，对吧？这个新的巨头有可能是 OpenAI，对吧？它有可能会指明新的方向，或者说它能够为这80%的人去提供新的平台啊，那么能够让他们在 OpenAI 的平台上去盈利、去生活啊，那么 OpenAI 就会成为新时代的谷歌。Anthropic 的话比较难啊，因为他们有可能最后会逃不脱收购，最后可能被亚马逊直接收掉就算了。谷歌的话，这一次应该不至于掉队啊，这呢应该就是上一个时代的微软，对吧？就是虽然啊我没有赶上新的时代，但是呢我也基本上都跟着了啊，这就是谷歌在这个时代要扮演的角色。Meta 做的 Llama 有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安卓，就是它就是所有的开源模型的标准制定者，这就是 Meta 的这个在这个时代的定位。然后在国内的情况的话，现在看啊，3家跑得比较快的，一个是阿里啊，一个是字节跳动，还有一个是 Kimi 啊。至于其他的，还需要再努力一些才能被我看到啊，否则的话看不到他们啊。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整个 AIGC 的行业有可能这个泡沫会要经历一次爆破啊，但是这一次爆破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并不会把整个行业炸翻，但是呢，也会重新做一次洗牌，就在明年啊，2025年应该会重新洗一下，洗完了以后，大家再慢慢的往前去发展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动荡会发生。啊，大家一定要安下心来，或者说要坚定信心，继续在 AI 的这条路上往前走。而且在走的过程中的话，也要采取更加理智、更加稳妥的策略，比如小团队以盈利为核心。如果你真能融到钱，再去研究是不是去训练大模型。其实，在今年的可能第一季度3、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这种创投的会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和一些大厂的这些老大就都在讲说，现在不要再去训练大模型了啊，这个已经时代过了。现在训练大模型这件事情就交给刚才咱们提到名字的这几家就可以了 ，OpenAI、Anthropic、谷歌、Meta、阿里、字节Kimi 就是交给他们这几家就可以了，其他人大家努力的去找到新的应用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现在由阿斯麦这一次的股价暴跌，咱们去聊一下，说 AIGC 的泡沫到底是不是该挤一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看看大家提了些什么问题。Notebook LM 生成评书 Podcast， 然后剪辑到这个剪映里面，生成双语字幕校对的过程中。就把单词、听力、语法、发音都亮了。对的，这个 Notebook LM 还是挺好使的，我最近试了试啊，效果有些惊艳。英伟达先说市场很好，然后阿斯麦崩了，在今天台积电又说需求强劲。于是有人猜是英特尔的锅，英特尔现在肯定有锅，因为他都惦记，有人惦记买它了，对吧？都已经到这样了，高通都说来，我把你买下来吧，所以他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但是英特尔说这锅我不背，对吧？英特尔说我这个该从阿斯麦订的机器我都去提货了，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事儿跟英特尔也没啥关系。是 Notebook LM 啊，这个事儿我用过了。炒美股的，有人做空阿斯麦吗？这个不知道你们做不做啊？这个咱们不做任何的具体投资意见和建议啊。普通小散哪有功夫做空个股，吃饱了撑的？是的，酒精锻炼的矿卡还能擦干净卖二手，这个矿卡他们好多是要拿出来洗的，有专门的矿卡清洗的这种机构。现在 AI 确实是导致了一些人员需求少、裁员的问题。我现在一个人在做个产品，作为一个技术比较全面的码农，可以利用 AI 全站干10个人的活。
我觉得 AI 未来应该是让每个人都有能力翻 N 倍，逐渐正循环就好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国家在印钞发钱，大家就幸福了啊！这个不能这么讲啊。你是可以做出10个人的活来，但问题是什么？你做出来的产品要有人用，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原来10个人的活，都可以做出这么多产品来，对吧？但是你做出10倍的 APP，做出10倍的应用来，有没有那么多人用啊？这个跟国家印不印钱是没关系的。免 A 大舞台，有胆你就来啊！这个是的，每天都在发明新的轮子，但路上看不到一辆车。现在路上呢也有车，只是呢都是独轮车，扭来扭去的，走不太平稳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台积电昨天应该是历史最大单日涨幅了，是的，台积电现在还是涨得很猛，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最后你要真的做芯片产业起飞的话，还是要靠手机或者是 PC，一定是个人的这种电子设备，因为你在服务器上插的这个算力卡，你真用不了多少，对吧？一年可能有个几十万张或者100-200万张也就到头了。你跟这个卖个几亿个手机这个事儿完全没法比。这证明我们使用 AI 的人群消费力不强。不是消费力不强啊，还是这个你做出来的用 AI 做出来的内容看的人不够多，或者是我们的广告费涨得不够好。这个我们还要再去看整个平台怎么去做这个事儿。看了柴静发的和商，难以想象那个年代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自卑，没看过。这个和商派至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啊，这个是说的什么不知道。昨天美联储公布了几个经济数据都很好看，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大选前故意把股市维持住，这个喜迎60大。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去理解美国的这个市场，美联储它本身也不听政府的，对吧？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它的经济很好，对吧？它如果到11月份不再继续降息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很沉重的一锤儿。汽车被发明出来之后，要等到工业化流水线工厂出现才真正普及，在那之前都是有钱人的玩具或者不差钱的部队在使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汽车的普及是用了一段时间，而且汽车跟马车之间的这种重叠的时间其实也是很长的，只是呢，现在的 AI 不是这样的。他就真的是自己还没跑利索呢，就把原来开车的人全干掉了，对吧？就把原来这个程序员全都干掉了。不过和商派，哎，这个和商的事情我们就不了解了，不懂。诺贝尔奖都给了 AI，反正就是要你信美国 AI 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诺贝尔奖给 AI 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应该仅仅是一个开头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呃，因为是这样，就是未来再有谁说我不使用 AI 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这件事儿呢，应该已经结束了啊。因为以后可能所有需要得诺贝尔奖的人都要去使用 AI，对吧？就跟以前说这个可能从某一年之后，大家再得诺贝尔奖都要使用计算机。对吧？你现在有人可以想象说，一个诺贝尔物理学或者是生物学、医学、经济学任何一个学科的这种教授，他在不使用计算机的情况下可以得诺贝尔奖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 AI 就像计算机的这种底层架构一样，那么未来也是如此。你不使用 AI 的人，以后就再也得不了诺贝尔奖，对吧？或者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有一些这种老学究，我们为了纪念一下，把他们发一个诺贝尔奖奖励一下，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从
现在往后，只要你想进行任何一个方向的科研啊，你就必须要用 AI 啊，你不用你做不了。中美 AI 的方向大不同，有何比较啊？没有什么大不同，我觉得都差不太多，哪儿不同了？英伟达可以做数呀，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什么意思？啊，英伟达编数字啊，这个我们要看一看，左手教右手，做数做到别人信就可以了。英伟达我觉得做数这件事儿呢，也只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在几个季度里头，它还能做，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很贵，对吧？你说我现在英伟达出来了，然后我把这个机器啊，这些显卡原来应该是微软买，这个谷歌买，对吧？现在他们买不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想办法把它卖给像其他的，比如 Together AI 啊，国内的一些企业啊，或者想办法在这个东南亚一带把它消化掉。所谓在东南亚一带消化掉了以后呢，可能就坐着船又偷偷溜回中国了啊，可能会变成这样，对吧？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业绩下滑可以延迟1到2个季度啊，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那你说又不够了，说这个里头我们还需要再挤一些水分怎么办呢？它可以把这些卡先给到像这个比如说戴尔啊这些这个做微机做服务器的这种厂商，说你再压货压一段时间啊，它这个就是最多也是再加1个季度，所以呢撑死了可能也就是2到3个季度以后，这个需求下滑还是会暴露的。所以刚才我讲这个是有滞后性的。百度的文心系列怎么样啊？有没有冲击第一梯队的实力？这个怎么说呢？我原来用过啊，但实在是把我恶心到了，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回去用了，实在是太难使了。而且百度现在我估计它也主要是 to B 在做，百度现在在应用这一块呢，它也卷不过 Kimi，也卷不过豆包啊，所以这一个事情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放弃了。在移动时代到来的时候，百度还是在很努力的花钱买量，让百度能够跟上移动应用时代。但是在 AI 时代的话，我觉得百度有点躺平了。光我研究历史的，我不会去问他啊。是的，这个历史你问他肯定是不行的啊。欢迎新会员，小班子已经发给你了。第一次加入会员，欢迎欢迎。崩盘是大概率的话，老范是否会减仓手上的科技股？应该也不会啊，搁那搁着吧。我觉得崩完了以后，它还是会起。像股票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长期持有的，对吧？不是让你来炒的，房住不炒啊。我们要讲这个话。百度连国内第一梯队也进不去嘛，这个反正我是不会去用的啊。这个至于其他人是不是用，我不知道。做空的风险是很大的，这个是肯定的。一个人的军队还不具备现实意义，上面那位大哥应该各个岗位都有比较深的认识，才能一个打10个。其实现在 AI 确实是可以干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了。我前2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使用 Coser 编程啊，这个，然后他说我很震惊，那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然后呢，他的技术能力非常强，他是个黑客。他说原来有一些代码啊，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些代码，就是觉得只有他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的这些代码，因为黑客经常会掌握这种代码。然后呢，他把这些代码用 Coser 打开了以后，说你给我提一些修改意见吧。然后那个 Coser 就嘁哩喀嚓把他那个代码给改了，改完了以后一看，心悦诚服。我告诉你，这个人跟 AI 比写代码这件事儿根本就没得比。对吧？然后你说让这个 Coser 再提意见，说来你再告诉我一下，我应该怎么再去写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代码，怎么去做一些黑客相关的事情啊，或者做一些跟系统安全相关的事情。那个东西蹭蹭蹭就开始写，写完了以后，他说哦，这居然还可以这样啊！这个也是震惊到他了啊，也是几十年的一个老黑客了啊，发现这个日新月异啊。
说阿斯麦崩盘是想多了，5年里面从$260到700了，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去看吧。最近出了一个 Billion 搜索 AI 多语言融合搜索，感觉是一条路子。现在 AI 搜索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很多人在做，但是到底是不是条路子，真不好说。第一次赶上直播，不应该吧？要等到工业化流水线工厂出现才能普及，在那之前啊，这都是刚才看到了。看和商的年代，大家，这个我和商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大 A 今天涨得不错，觉得能做吗？这个反正我是不做啊，这个你至于做不做，这跟我没关系。我也见了在大 A 前面做了，然后挣到钱的人啊，也确实有。但是呢，我也见到有这个，亏钱的人啊，这个也很多，就是在11以后，在大 A 里头还亏了很多钱的人。所以现在就讲说，为什么要严控贷款炒股，对吧？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不会炒股，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就到银行去贷了钱就去炒，啊，或者甚至是借那种小额贷款去炒股，啊，这个事儿现在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今天还看到说有一些老年人借了子女的钱去炒股，然后赔得干干净净的，对吧？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很危险的。生物科学在 AI 方面是使用非常深，物理奖给 AI 倒是出人意料。是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它是化学奖嘛，给了 AI 吧，就是 DeepMind 的这帮人嘛。然后呢，物理学奖是给了那个辛顿嘛，这个确实是物理学奖稍微有点夸张啊。但是未来任何人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要用 AI 的。AI 是基础设施，是的。总觉得大 A 不能这么下去了，这事儿跟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啊。左手教右手做数，老黄真不怕坐牢。我觉得不能叫左手教右手啊，这个合理的解释还是说，他把一些数据延后去处理，比如说中间的，咱们就像卖汽车一样吧。这个我现在车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啊？让 4S 店啊，让各级的分销商、代理商给我把车压进去，啊，就是把钱先交出来，先把车压这儿，甚至你钱交出来以后呢，我都允许你分期付款啊，他们可以干这种事情。所谓的左手倒右手，应该讲的是这件事情。国外的投资人不可能因为一个数就真的冲进去华尔街，一堆人盯着谁在卖，谁在买。是的，他们现在是这样，就不是说因为一个数就怎么样，就是他们现在自己的心里也在打鼓，所以呢，会有一些风吹草动，这个股票就会上下的比较大的波动。百度也就是地图还可以，对，百度现在我现在用的百度2个产品啊，一个是百度网盘，一个是百度地图，其他都不使。这我怎么点不中了？这儿呢？可以做空的市场，做数的成本比承认业绩不好的成本要大得多。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从英伟达到最终的客户面前，其实是有很多关卡的，就是它里头有一定弹性啊。我觉得所谓做数，就是它要把这个弹性利用好。造东西这件事情，都是10个没用、没人消费的，一个有用的。国家印钱是需要社会上的产品有对应的货币，产品就能够流通起来啊。这个关于印钱的事情，咱们下一个故事讲啊。这个故事咱们不讲印钱的事情。百度文心用来背英语课都很烂啊，这个百度文心那个就算了啊，非常简单的英语问题都答不对，完全是胡说八道啊。那这个反正百度我觉得这一次彻底掉队了。银行业做 AI 应用方面，老范能给点建议吗？感觉做来做去进死胡同了，除了智能客服一些一下就能想到的几个场景外，最近没有什么思路了。其实银行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因为银行里面需要的各种的文件的阅读、理解，各种大型的数据处理，这块是很多很多的。AI 其实可以干一个很棒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它把大量的非结构化信息和数据进行总结归纳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对吧？这个其实是很棒的，因为银行原来有大量的数据接口以及很多的这种内部的系统呢，都是进行叫紧耦合。什么叫紧耦合？就是说我一定是能够一对一的把这个数据提出来，很这个严丝合缝的再往下一个流程去交递，对吧？它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一旦用了 AI 以后，等于让很多松耦合的数据可以在银行内部进行流通，它可以去快速的过滤别人的各种市场上的消息，然后很多的这种用户的这种评估报告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它都可以快速过滤。以前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原来没有 AI 大模型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进行用户的数据过滤、用户的数据清洗，那这个事儿很费劲的，你需要把这个用户的所有数据找到啊，这个数据没找到，那个数据写错了，对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你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一下用户的手机费怎么样，对吧？那么在一个数据库里头，它写的叫手机费，交费多少，欠费多少。可能你换了一个数据库，或者换了一家，你得到的数据里头写的不叫手机费，人家写的叫电话费，然后呢你就对不上了。就是以前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你要有了大模型以后，等于所有的这些对齐啊，所有这些事情就可以做了，等于原来很多做不了的事情可以做了，这个还是可以干的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像原来比如说像蚂蚁金服做的很多的这种客户评估啊什么这些事情，你在大模型的帮助下，现在在银行其实都是可以干的啊，这个还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量化交易不就是银行的最佳啊？不是大模型不干这个稍微差点意思啊，量化交易是另外一套东西。一个当10个人用这事情是你自己本身要很强，但是没时间，以前要 push 团队做，现在 AI 帮你做了。好吧，大家看来对于这个一个人当10个人用都比较感兴趣啊，我来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当10个人用是怎么干的。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一方面，这个10个人的工作，你以为都干嘛呢？这10个人可能每个人每天用1个小时写代码，剩下的7个小时就在吵架，然后相互之间讨论，然后是各种的沟通，各种的信息对齐，然后还不停的闹点小矛盾、小别扭，对吧？你想，你一个人现在来干了，你只需要把原来10个人做的这个10个小时的事情，对吧？然后让这个你自己在8个小时之内做完，剩下的什么沟通协调，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生个小脾气什么这种事情，你一个人干10个人活的时候，这些事情就都没有了，对吧？那么你说我怎么在8个小时里头把10个小时的活干完呢？那么现在有 AI 给你帮个忙，你可能原来人家10个小时的活，你现在用2、3个小时可以把它干完了，其实是这么干的，对吧？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一个人，对吧？一天用了8个小时，然后把原来80个小时的事儿都干完了，绝不是这么回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吧？这10个人的团队那么好带的吗？对吧？今天小张跟小李闹了个矛盾，后天这个小王跟小赵走得很近，在后边说我坏话了，那这些事儿你不需要解决吗？当你这个10个人的团队变成1个人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你自己跟自己说，哎，我自己跟自己说个坏话，我很讨厌你，这凭什么呀？这不是没劲吗？这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一个人干10个人的活是很正常的，在 AI 的帮助下啊，而且可能会干得比别人原来更开心。物理化学都给了 AI 了，是的。其实阿斯麦本身是个好生意，但不是啥大红大紫的股票的生意啊，技术超难，市场不大。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阿斯麦其实是一个挺底层的生意，就是大家都用它，但是你想，我造再多的这东西，你也不可能说你阿斯麦挣到大钱啊，这个事儿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阿斯麦会挣到大钱呢？就是现在比如真的是 AI 应用啊，AI 手机、AI 电脑大行其道了，大家必须要以旧换新，全都换一遍。那么在这个时候，阿斯麦就能挣大钱了，因为这个芯片荒啊，一旦出现芯片荒，它就会挣大钱。比如说哪天美国、荷兰说：“哎，中国来吧，我不管你了，你想买什么买什么吧。”然后咱们报复性购买啊，一把这个
什么这个5纳米、3纳米全都买一个遍啊，这个所有想买的人都买一套，那这个阿斯麦就疯了啊，这就只管挣钱就完了。你想中国光这个核磁什么这些玩意儿有多少，绝对比这个国外要多得多，对吧？这个咱们是从来不吝啬钱去买这些东西的。说到代码，我零代码基础，平常仅仅只会一些命令行，但借助 AI，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 Python 工具，虽然功能不多，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有价值。没有 AI 之前都不敢想象，好吧？这个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啊。文心的幻觉遥遥领先，出来的结果假的比真的多。我不知道，我已经有快半年没用过这东西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可以不用电脑最后获得？至少作家自己用纸笔，让秘书去打字。这个，哎，最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什么人呢？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啊，因为文学确实是离这个电脑稍微远了一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会用电脑的吧。大国的银行业本身就是量化科技不行，那么 AI 搞也不会容易。其实对于银行来说，让 AI 去做事情呢，第一个事儿还是要克服那些老银行人的那种刻板印象和刻板观念啊，他们就是一切都是规矩，你不打破这些东西，AI 是没法干活的。文学奖、和平奖应该取消，不靠谱。那不行，和平奖还是经常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哎，今年和平奖还没发呢，是吧？我觉得今年经济学奖这个有点吓人啊。这个老黄这种左右手和假会计的做账本，本质上是区别不大，还是有挺大区别的。假会计那个就更夸张一些了啊，做数据库的汇总分类啊，这个真不是那么容易啊。其实数据这种东西啊，真的不是在数据库里记一个数这么简单的。我这几天啊，又跟我妈妈去做了一个证明我爸是我爸，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一个事情，然后特别有意思。这个他有一项呢，说证明我爸是我爸，那怎么证明呢？要到我的档案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上头写着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然后呢，这个我就跑到我的档案所在地，我说那个我要证明一下。后来我就问人家，我说这个户口本上不都有吗？啊，我有户口本，户口本上，然后包括这个各种的证明我都有。说我为什么要到档案所在地来证明这件事呢？啊，他说那不行，反正你得证明啊，这个我们就给你开。这个我们最近证明这种事儿证明的还很多啊，我们很熟练。咔，给我打一张纸，上头写着啊，我爸叫什么，我妈叫什么，然后盖了个章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我说你这不对啊，我说你上除了名字啥也没有，身份证号也没有，然后重名怎么办？住址啊、职业呀、是活着死着多大岁数，你啥都没有，对吧？这行不行？他说我们就有这数据，我就给你证明这一件事儿，对吧？你爸是你爸，你妈是你妈啊，你爸叫什么名字，你妈叫什么名字，这是没改过名字，改过名字你还证明不了了，啊，其他我们就不管了，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了 AI 的话，啊，是会有很大的改观的，对吧？它其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把所有的数据打通的。你像中国户籍，对吧？然后呢，出生证明、各种的这个结婚证、各种的这个就是财产关系相关的契约和证明，以及档案相关的证明，这个东西原来它躺在纸上，或者躺在各自的数据库里，你为什么没法让它自己去直接工作起来呢？因为很简单，对不齐这些数据，对齐的成本实在太高，对吧？当你有 AI 以后呢，你就可以让 AI 辅助你去进行一些对齐，对吧？这个事情呢，如果不出现一些大的纰漏，你甚至都不用进行人工的校验，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抖音很多人说自己炒股亏了多少，但我觉得应该是不少剧本，对，剧本肯定有，但是亏的肯定更多啊。炒大 A 的应该有解套，对，这个挣钱也有挣钱的，我也那个这个碰到挣钱的啊，这个人家挣钱是怎么挣呢？就是在11之前，
然后用那种几倍杠杆去买那种看涨的那种 ETF 的期权，然后呢，这个快进快出，在11的时候就跑了，对吧？那些人是确实挣到钱了，而且挣的很多。但问题是，银行做数据汇总分类很怕出现幻觉问题，尤其是对银行这种需要精准的业务。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所以我说需要跟银行去沟通嘛。呃，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让它进行多次的校验，对吧？甚至呢，你可以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汇总对齐的过程中呢，让这种人工进行有限的参与。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电话费跟手机费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人工就可以去参与，对吧？参与完了以后呢，说我们确认了啊，电话费就是手机费，或者手机费就是电话费。然后等交到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哎，数据合并了，合并完了有问题，对吧？那么，哎，发现啊，这个电话费里头不是除了手机费之外呢，可能还有固话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有的可能还有网费在里头啊。那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一些的数据进行单独处理，哪怕就算不单独处理，其实啊，这种错误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个新的工具没用过啊，老黄如何能左右手都没搞明白，直接就本质了。是的，这个老黄左右手，其实你要这么想，贾跃亭的左右手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会不断的去要钱，对吧？请这个精神股东们，请各种股东们，请买电视的人，然后再给钱给我，然后我通过发新的这种证券、债券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我拿到钱，然后我去做事情，然后再把这个价值，这些钱进行这种证券化，然后怎么再去分摊，他是在干这件事儿。而老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些卡，对吧？要到下一层去，他比如说，到下一层去了，然后我已经可以把它计收入了，但是呢，这个钱呢，我算一个应付或者一个什么方式，或者我去找一些这种，这种比如说中间做进行担保的一些机构，对这个钱我也算收到了。他很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左手倒右手的，或者甚至是他自己，比如说有钱说我拿我的钱借给你，你去买我的卡，买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如何如何，他这个也有干。干这种事儿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原来汽车公司干这个活对吧？汽车公司说来，我开个租车公司吧，然后我用我自己的钱去买车，买完车以后放租车公司里，然后去租，对吧？去干这种事情，或者是说，我贷款给你，汽车公司说我找银行，我去担保去，担保完了以后贷款给你买车，对吧？它其实这种也算啊，这个你要算左手倒右手，其实你买车的钱可能是汽车公司担保的，找银行担保出来，然后呢贷款给你，然后你去买了他家车，那你说算不算左手倒右手？想问一下，在国内如何购买日版的 iPhone 手机？这事儿太简单了，你到淘宝上，对吧？先去办一张日本的签证，然后呢1000块钱飞到日本去，买一只手机，再1000块钱飞回来，不就搞定了吗？加密货币走势不知道啊，这个加密货币我是真不太懂。最近这2天是涨得很厉害，AI 做多语言融合搜索，这个事情，其实 AI 搜索这个事情最后到底能不能挣到钱还不好说。以现在的科技水平，人类搞不出像样的 AI，连翻译软件都做不好，炒股票用的。什么叫炒股票用的？没有啊，我觉得现在 AI 翻译已经效果很好了。电脑椅子在哪儿买的啊？看起来很结实。我后边2只椅子一只是赫尔曼米勒，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叫 BKT 还是叫什么那个 B，忘了叫 B 什么那个腰垫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很难发给工具，物理学、化学都可以。文学奖这个事儿你只能看。你说我这个写了个诗写了个14行诗，几百个字然后我就得文学奖了。你说我就是用笔写的，这个事儿也可以。这个这个确实是，不一定非要用 AI这个咱们要承认。我是做嵌入式开发的，有了 Copilot，效率增加有1倍多。
很多代码都是问 AI，然后再根据 AI 的回复修修改改。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测试上，是这样的。其实你想，你增加1倍的工作效率，你就可以少跟2到3个人去沟通和协作，这个才是真正提高效率的地方。码农一个人靠 AI 干活是真开心，以前让别人写代码，写了代码还得教，帮忙解决问题，现在都是 AI 教我，是这样。我最近用 AI 写程序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啊，就是很多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它提醒你一下，然后你会觉得好开心。行业走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的时候，阿斯麦这种上游企业就挣钱了。过一段时间之后，阿斯麦，赚租金啊，稳定的现金流水。是的，就是它有可能就不应该有这么高的 PE。等 AI 接管了人类，建立世界政府可以得和平奖啊，这个我觉得想得太远了。这个 OpenAI 墙内个人不给用了，怎么看？怎么解决？没法解决，对吧？不给用就不给用，本来就不该给你用，对吧？原来只是 OpenAI，就是这个微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对吧？现在人家就说我就不让你用了，我稍微严格一点啊，也就如此了，没什么别的。反核武器组织啊，对对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发了，是这样的，我这个刚才忘记了。等阿斯麦载入中芯等公司用大钱去拿人，什么意思？和平奖给了日本核什么组织啊？无核组织，是的。AI 写诗还可以，是的，但是问题是最后是不是要把这个奖评给他？就像前面比如说那个画展，对吧？或者摄影展，已经可以把奖评给这个AI 的作品了啊。那么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这个奖评给这个 AI 的作品？这个事儿可能还需要讨论啊。如果真的评了的话，大家可能又要吵翻天了。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奖就是扯淡，都应该取消，只保留科学奖。这个凭什么呀？我觉得经济学奖挺好的呀，和平奖也挺好的呀。至于文学奖这事呢，不评论了啊，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书我都没看过。这个我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人，经济学也是社会科学啊。但是是这样，就是诺贝尔呢原来是没有数学奖，所以很多数学家是去拿经济学奖的。感谢，我去看看啊，我用 GPT 是给它写一个 prompt 来实现你说的功能，就是定义好答案以英语网站的内容为主，然后如果英文网络没有采用中文信息，最终以中文呈现给我啊。这个事情，像我们能够写 AI agent 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可以自己搞定的。几个月前就有台湾节目中有人在看好国内股票，说已经在低点了。这个永远有人会去说这件事啊。国内前2天有一个抖音的哥们儿啊，1000万粉丝的一个账号，就是每天喊大家一定要全仓冲啊，然后直接把账号给封了。我把我的收据和支付应用的单据给 GPT，它给我算账算对了。GPT-4o 是的，但是你不能保证它每次算的都是对的啊，这个是比较讨厌的。诺贝尔今年颁给了女作家，我去看她的作品，看不下去，男女脑回路是不同的。文学奖应该学习我们的网文，分成男频、女频，男频给男作家颁奖，女频给女作家颁奖。这怎么可能呢？你看美国有几十种性别呢，你这玩意儿搬得过来吗你？A 可以吵呢，你的做你得有操作逻辑。现在 AI 训练通讯用光模块都是中国企业供应，业绩好的不行啊。GB200也是 A 股上市公司生产，
这个难度其实不高啊，这个就是做板卡嘛。只是不知道美股慢牛躺赚不如美股慢牛躺赚容易，对啊，所以我就准备在美股躺赚了。美股的核电小型化未来前景如何？我觉得现在还比较早啊，没有那么容易。经济讲是扯淡，大概率你说的，你这说扯淡是在扯淡啊！我猜你压根儿就没有读过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我读了觉得，很享受的啊，好吧？这个你又在这凡尔赛了啊！我也没读过。股票没有抗风险能力的都别进场，股票本质和做企业没区别，都是看个人现金流啊。我倒不这么想，A 股啊，你如果没有抗风险能力，你就别来了啊。然后美股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躺赚的，对吧？你就买这种大的指数，完了10年20年往上放着呗，对吧？这个还是能挣钱的。核电小型化我研究过啊，其他都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核废料多，这个就不懂了。诺贝尔文学奖啊，文学界认可度其实不高，因为这是评审委员会的审美问题，除了书商，这个业界起码一半人不承认啊，这个就没有那么关心了。诺贝尔作品看不下去很自然哈，你看得懂物理奖吗？这个看不懂。BKD 啊，这还不是。这个2024诺贝尔和平奖是授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啊，这个挺好。AI 翻译是能翻译的很好，只是很费算力。其实还好啊，不算费算力。我觉得在本地做这种翻译效果都很好。我现在刷 Twitter，用 Twitter 自带的翻译，很多时候都翻译不出来。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吧，感觉就是算力紧缺。我在Twitter 上做，让它翻译效果都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小型模块化核电很有趣，比阿斯麦市场大。最近身边接触到不少相关的案例，说明很热。这个好吧，看看这个是不是安全啊？看了那位 diss 社会科学的发言，严重伤害了我一个文科生的感情呀！你在这儿呢？这个塔主这么聪明，学文科，不，这个卡尔加楚，你这又是在 diss 文科生了，对吧？聪明人就不能学文科了吗？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美国的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各州的州长、总统，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文科生？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律师出身吧，这些律师应该都算文科生吧？他不像咱们中国似的，中国一般都是什么清华的呀，而且中国基本上是清华的多，对吧？这个前面几个就没法说了，后边从胡往后啊都是清华的，啊胡就是清华的，然后现在咱们这位也是清华的，对吧？这个现在就是咱们是标准的工程师治国。前面江的话应该也是学电相关的东西的啊，也是工程师。李鹏我知道是个工程师，然后再往前的，就没有研究了啊，这个前面都不知道。反正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工程师治国，这个美国我觉得应该是文科生治国，只有笨的时候才能学文科嘛。又补了一刀，是啊，这个我在卡尔加楚有点补刀了。美国有上百种性别，你看还说少了。ChatGPT 到 ChatGPT 的底部悄悄增加了一句话：“ChatGPT 也可能会犯错，请核查重要信息。”是的，现在都是这么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玩残了俄罗斯，尽管不是玩残俄罗斯的主力，好吧。文学奖其实不是男女不同的问题，文学奖的欣赏很个人审美有关，好吧。
英文小黄文翻译不好啊，这个我就没试过了。Twitter 的翻译由谷歌提供啊，是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是个韩国女权啊，好像韩国我知道，是不是女权不知道，没研究啊。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是马悦然哭来的，这个故事不了解了。白左倾向。现在沉浸式翻译插件自带免费的质朴清音 AI 翻译 ，GRM4 Flash 速度不慢，而且质量比谷歌的机器翻译好。我现在翻译都是豆包翻译啊，就是拿鼠标一拖这个词，然后豆包就直接给你翻译出来了，效果好的一塌糊涂。男权社会的男人当然看不惯女性作家的作品，这个帽子不要扣嘛，对吧？这个也有很多女性作家写的作品，男生也是很爱看的，也有很多男生写的作品，女性也很爱看啊，对吧？这个才是政治正确啊。好，我们准备第二个故事啊，喝口水。第二个故事，4万亿，房地产解禁时刻到了吗？啊，咱们今天2个话题都是跟时刻有关的啊。前面我们讲的是郁金香时刻，这次是解禁时刻。解禁时刻呢，我一般认为是2022年12月份突然解除疫情防控措施，导致2023年1月全民感染，相当是一次休克疗法。到底有多少人没挺过来休克掉了，就只有天知道了。现在呢，中国经济也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了吗？前面股市的刺激政策，现在大家还休克着呢。最近大家看到说这几天银正的转账又变回去了啊？什么叫银正转账？就是你钱在银行里的时候，你要从储蓄账户转到投资账户里头，对吧？这是正向的，然后转过去以后，你可以去买卖股票。最近呢这几天又是负的了，就是大家又赶快把这个股市里的钱再往银行里边转，现在大家的存款还在继续上升，对吧？那么整个的感知，或者说从整个统计上来看，大家一边嘴上喊牛来了、慢牛了，或者这牛那牛了，然后一边再赶快把钱偷偷存回银行里去啊，数据是不会骗人的。那么股市呢，继续要再去磨一段时间啊。当时股市放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开了一期直播，讲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刺激下来了，但是呢，你经济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时候，这个股市到底挺得住挺不住，不好说，对吧？现在呢，房地产大放水也来了，哎，房地产已经算是实体经济了。那么现在呢是按上了除颤仪。就等着摁电源了，说 clear 啊，咔一摁，砰的一下人蹦起来，对吧？这又是翻大饼啊！这个从房住不炒，从各种的控制措施，通通都干掉啊！重新把这个饼翻过来。这个呢是10月17号，也就是昨天开的大会啊，5个部委联合开会。现在呢是必须联合一起开，如果是各自开的话，就会各自推卸责任，对吧？你要联合在一起开。大家都坐在一张桌子后头，这个谁也不好意思去指责别人啊，这个事儿还能说出点事儿来。前面9月24号应该是股市的那一次大会，也是几个部委联合在一起开的，对吧？有大事儿一定要大家坐一块儿说。那么这5个部委呢，是住建部、财政部、央行、自然资源保护部和金融监管总局啊，就是这5个部委坐在一块儿去开。主要讲话的呢是住建部的人在讲。啊，剩下的人呢叫在场压阵，那么既要救市场，又要救房企，这是这一次的一个大的论调。然后呢，打出一个组合拳来啊，这个组合拳是第要4取消、4降低、2增加啊。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你用一个招数已经搞不定了，只能是不能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要从头到脚一把把这个针全扎进去啊，像干这样事儿。4个取消，第一个取消限购啊，第二个取消限售啊，有些的是不让你买啊，有些的是不让你卖，这个都要取消掉。第3个是取消限价啊，说你这个价格不能高不能低了啊，这个都不要管，咱就只管卖就完了。然后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标准，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来咱们规定这个宅子到了多大以上了，就叫非普通住宅，实际上就是限制豪宅的啊。现在通通取消掉啊，甭管是豪宅还是不是豪宅，你都得给我卖掉啊。这是4取消，然后4降低，降低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利率，降低住房首付款的这个比例啊，贷款首付款的比例，统一1套房、2套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是15%。然后降低存量贷款利率，这几天各个银行已经开始接待了啊。如果谁手里头有贷款啊房贷的，就可以去转了。这是一个自愿的啊，而且你要自己主动去申请，你不申请，银行是不会给你主动降的，所以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第4个，降低卖旧买新购买住房的税费负担，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我把房子卖了，你什么个人所得税啊，什么契税，有一大堆这种税。然后你再买新房的时候呢，也有一大堆相关的手续和税费，那么这些东西呢，要尽可能的减免啊，让大家尽量的去买房。然后2增加啊，这个比较瘆人啊。第一个，增加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什么意思？就是原来有城中村的，那么现在比如说这些大的城市里边，比如北上广深，再加上一些2线的这种省会城市里头，有多少城中村，有多少危旧房呢？他们统计过170万套啊。那么现在说把其中的100万套拿出来，必须把它拆掉。那你拆了房，对吧？实际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货币化棚改，就是我把房拆了，然后呢给你钱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你拿钱买房去啊。这件事儿是要去做了。那么这个是真的比较吓人，因为拆房子呀。所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一些强拆相关的新闻啊，可能这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我给你把房子拆了，你还敢再不去买房吗？而且我把房拆了以后，他把钱给你了，对吧？但是至于到底给多少钱这个事儿呢，就不好说了，因为总有乐意的，有不乐意的，对吧？因为房拆了以后说来给你个500万，然后这个离远远的去买一套去啊，或者说我给你把房拆了，给你个50块。自己找地儿住个酒店算了，啊，这个都不好说。这是一个增加啊，另外一个增加是什么？另外一个增加是年底前白名单项目贷款规模增加到4万亿啊，这个4万亿是这儿来的，要赶快给钱。说现在已经贷出去2万多亿了，然后呢，我们这4万亿呢年底之前都给出去啊，而且呢是尽量都要给，而且要快给，哎，赶快审批。不要在中间拖来拖去的啊，赶快把钱都花出去，尽量把这些企业都救活啊！要整一个白名单啊，而且这白名单呢，它算是一种普惠政策啊，应进尽进啊，该进去的全进去，应贷尽贷，只要进去了，你只要贷款都给你，只要合规的企业都进去啊。但是这件事呢，就跟《西游记》打妖怪似的啊，这个合不合规这个事要看上面有没有菩萨罩着啊，有菩萨罩着这个妖怪都合规。当然了，你说这个组合拳算不算乱拳打死老师傅了？还不算啊，这个组合拳呢还算是比较有规矩的。真正的乱拳打死老师傅在后边呢，对吧？这个第一个10月17号，昨天同一天啊，宣布了另外一个事儿。湖南长沙429重大居民自建楼倒塌事件处理结果直接公布了，15个人判刑。对吧？这真的是要判多少年的那种啊？这是刑事责任。第一个，房主重大责任事故罪、寻衅滋事罪11年，然后无证照的这个无资质的施工和设计人员3人6年，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6个人啊2到4年，而且终身禁业，这辈子别进来了。副区长啊，这个就是你死到多少人以上，必须要从哪块要吓人的。副区长玩忽职守、收受贿赂12年，然后还有城管4人啊，玩忽职守3到5年啊，15个人去判刑了。那你说这事儿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想想跟什么会一块开？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啊，危旧房改造，如果在这个之前，在4月29号之前，他把人清了，把这房子扒了呢，对吧？这些人不就不用死了吗？对吧？他在给你讲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大家要想，在扒房子的时候，对吧？一定会有屋主
会有这些提供材料的人，会有这个区长，或者会有这些城管给你搞一些事情，说哎呀，这个我们搞不定啊。那行了，我给大家做一个样子在这儿，对吧？判了多少年，等我要去扒房子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如果你不愿意房子被扒掉了，你可能就寻衅滋事，他给你搞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两个会在同一天开，同一天发布，大家想想心里是不是觉得哦，看懂了，对吧？然后再往后乱权继续啊，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直接做专项债资金，干嘛呢？收储开发商无力开发、不愿开发的土地，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这个开发商手里头有地有房，但是我卖也卖不出去，地也开发不了了，烂尾楼搁这儿了怎么办？让银行说来，你花钱把它买下来，开发商不就有钱了吗？有了钱，你再把剩下几个烂楼给我盖了啊，然后呢算保交楼，这样它就盘活了嘛。至于说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这些盖不起来的地，到了银行或者有些到了政府手里边，因为政府也会收一些地回来，对吧？它就是由银行再贷款给他们嘛。那这些地以后能不能再用起来，或者再有什么用，这先不管了，咱先把眼前这事儿过去再说。而且呢，原来分期分批发放的贷款可以一次性发到监管账户里去，就是以前比如说银行这个房地产企业说我要贷款啊，那么我贷款是干嘛啊？我贷款盖楼啊，那你先去这个给你一部分，然后呢你拿去这个先把这个楼的地基打了，然后再给你一部分啊，你拿去这个把这个材料买了，然后呢再给你一部分，你去把这个楼外立面给我盖好了，然后再内装，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么来分发贷款的，说现在别费这劲啊，依次把这钱都给他啊，别搁我手里搁着。因为以前为什么要分批给呢？就是怕他们瞎花呗，或者当监管账户不严格。现在监管账户就是不严，因为你钱到了监管账户，如果严的话，就不会出现烂尾楼的事情，对吧？现在的监管账户里的钱都被各地政府拿走了啊，那么现在咱就甭管这事儿啊，一把全都扔进去。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这个领导啊，坐在上头，他还在想着说没什么词儿，为啥还要坐在台上不让走呢？啊，看到了啊，这条出来了以后，知道原因在这里呢，对吧？我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人坐在这儿了啊，这话说完了以后，我背书了啊，大家这个送到监管账户里的钱，就这个看谁家后边菩萨的法力强了啊。这个如果你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就老老实实让这个钱在监管账户里待着啊。如果你实在是很厉害，你早说嘛，对吧？这个你有什么需求，你拿去用嘛，对吧？特别是那些发不出工资的啊，有一些地方已经发不出工资的各地政府，对吧？就可以拿着这个钱过年了啊。这个你想还有1.7还是1.8万亿还没发出去呢，年底之前都发出去，那这个事儿不就这个一把发到这个监管账户，这个可能就有用了啊。那么白名单呢，对于房企来说算是普惠政策，大部分都是能进去的啊。能够做房地产企业有几个没关系的，对吧？监管账户里边的钱其实本来也都是政府拿走了，让房地产企业自己敢拿吗？他也不太敢。那么拆迁的城中村和危旧房100万套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啊，你这个100万套如果拆完了，咱们接着拆，对吧？咱们不是说就只能拆100万套啊，继续干。就很多人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咱们这房子70年产权过了70年怎么办啊？我儿子还能不能继承啊？想太多了。第一个呢，咱们现在还没有建国，应该还没有70年的吧？49年啊，好像过了啊，过了。但是现在房子就是房改以后应该不到70年啊，所以现在手里应该没有谁的房子到70年了。中国的房子呢，基本上大概到30-40年或者40-50年的时候呢，就直接都给你拆迁了啊，就不用等到70年，等70年那太遥远了。那么这个是拆迁的问题，再往后就是允许房地产企业退地。原来规定的是什么？原来规定的是，如果房地产企业捂地，就是你拿着地不开发啊，那么就要交罚款，交这个滞纳金啊，或者呢，就是你比如2年你都没有办法来开发这个土地，就要无偿退回啊，无偿回收，我等于政府拿回来我再卖一次，原来是这么来规定的。所以以前好多开发商干嘛呢？就养这些钉子户，你不想当钉子户吗？我养着你，为什么呢？因为房价不停涨，我只要拿着这块地摁在手里头，
等于我的资产就在不断上升嘛，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让这个钉子户养在这儿，然后政府说你为啥不去开发这土地？哎呀，这个钉子户不走啊，我就没法种啊，叫三平一通，我搞不定啊，对吧？这个事儿他就可以一直混下去。现在呢，就是啊，你这个反正手里也没钱了，你拿着地也没用啊，把这个地退回来，我们也不说无偿回收这事儿了。现在呢，让政府和银行啊重新把这土地买回来，对吧？这次是给钱的，而且呢，在这个里边还要把这个稀泥彻底抹开。哪些抹开呢？叫代押过户。什么叫代押过户？就很多房地产企业花钱买了地以后啊，这个他不是土地拍卖吗？拍完了以后，他又没有力量去开发这个土地，但是这个土地他押给银行了，等于手里头这个地本身就属于银行的，现在我们允许这个地再过户给别人，不用你把这个贷款还上再给别人，对吧？然后呢，分期滞纳出让金，分期缴纳出让金啊，就是你这个拿这个土地这个钱我可以一点一点给，但是呢，土地让它先流转起来，然后呢，这个分期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啊，这个也是这样，就是你钱搞不清楚，这个钱这个土地还质押呢，或者这个土地的这个出让金也没有一次性付清，那么你这个土地使用权证呢也是慢慢给你，是吧？按照这个规定呢，也可以这个豁免一部分的土地违约责任。原来你比如你该开发你没开发，捂了3年了，对吧？那么现在这个责任我们也不让你追究了。你把这地卖了，完事了啊，给你一些钱，你接着把原来的剩楼给你盖了，啊，这就是各种的乱拳全打出来了啊！原来各种管控措施咱全不顾了，一定要冲上去。所以我说为什么叫解禁时刻呢？是不是很像当年2022年12月的时候，突然说我们不防控了，大家上街吧，然后一把就全都感染，是不是很像那个状态？啊，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第一个呢，就是啊，这个先是要盘活啊，也一定要把所有的企业盘活。社会经济呢是被债务锁死了啊，你欠我钱，我欠他钱，大家都互相欠着，这个钱就没法动了，所有的交易没有办法进行了啊，所以一定要把账盘活。当年三角债是怎么画的啊？以前都是三角债啊，你欠我的钱，我欠他的钱，然后一层一层欠下去，最后没有办法，对吧？这个你欠我钱，我就是不给你，你拿我也没招啊。然后呢，咱就一层一层欠着。那么当时的这个化解的方式呢，是第一个是让债务责任进行流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我 A 欠了 B 的钱，然后呢 B 呢欠了 C 的钱，那么现在呢，等于 C 是债主嘛 ，C 就可以直接去找 A 去要钱去，对吧？那么是当年做的第一个大的动作，就是银行直接支持这件事儿啊。原来是一层要一层的钱，现在呢，你可以去要这个隔着层去要钱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银行放贷，当年三角债也是这样，银行印钱直接放贷，放完了以后，你最上面那个人就有钱了嘛，有了钱以后就一层一层的就可以把钱都还出来，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三角债就解开了嘛，然后政府去牵头啊，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一次，就把这个三角债就混过去了，这当年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一次呢，咱们接着这么干啊，印钱啊，大水漫灌，直接把钱扔下来，然后大家去干去。化债啊，就是要把各种的债务化解掉。这个呢，也是这一次吧，整个经济刺激这个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化债怎么化呢？原来不是说没印钱，原来钱印了啊，印了只是发不下去而已。现在呢，就是我强制发，把所有中间的条条框框，什么比如说各种监管、各种什么认证全都干掉，我就要发钱啊！就算是有很多的钱会从这个各种的漏洞里头跑冒滴漏一些啊，我也认了，我就要把钱发下去，对吧？他们要搞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居民债务也要化掉，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给居民去做这个存量房利率下调啊，那么他也要去干。如果居民的债务负担减轻了的话，他们也会有消费和买房的这种冲动和意愿。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啊，肯定比例会上升那么一点点。现在呢，就是把各种的资产盘活啊，闲置的土地收回来，烂尾楼给我接着盖，对吧？库存商品房，政府和银行买下来，买完了以后，至于你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或者怎么弄，我们不管了，反正你把它买下来了，然后让房地产企业手里边有钱，能够继续运转下去，这就是这次要干的事情。一切的活动，银行托底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一定是有的啊，就是中小城市一定会鹤壁化
叫鹤岗化吧，就是一定会向那个方向发展，就是几万块钱一套房，然后这房子到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人，对吧？会变成这样。这个小城市呢也会拿到一些钱，但是继续跑冒第六呗，就是小城市，比如说他把钱贷款贷下去了呀，这个房企也进了白名单，也拿到贷款了，然后往这个监管账户里一放，然后这个城市里的领导就说来，赶快把钱拿出来，这个政府的领导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薪水了，对吧？他也只能这么走，对吧？这个原来最有名的烂尾楼地方站烂尾楼叫天下水丝楼，这2天也有新动静了，对吧？他们也拿到钱了呀，对吧？变成叫紫林山豪丽维拉酒店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酒店那个楼还是挺有特色的但是这就是各种寅吃卯粮呗。这种酒店，你说你在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盖，它会有人去吗？短期内肯定不会但是你也报不准，比如过个10年20年就有人去了呢。天气还可以吧，反正云南天气还可以贵州好像是下雨多吧，天无3日晴那个地方，对吧？是不是会有人愿意到那儿去旅游一下，去看一看，也不好说嘛。反正现在也算把这一块资产盘活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那么最终的效果呢，就是货币总量上升继续印钱。这个截止到8月份，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的总量是305万亿人民币，换成美元是42.79万亿美元咱们现在有这么多货币。美国有多少 M2 广义货币呢？21万亿美元只到咱们的一半，遥遥领先。好厉害，中国的货币总量是美国的2倍，对吧？好开心吧？那么再往后的就是通货膨胀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你们那儿肉蛋菜奶米面粮油的价格涨了没有？对吧？咱们的房子的价格怎么样？先不管，房企先把它救活然后让其他的这些价格涨上去，通货膨胀，这就是咱们这一次，对吧？房地产救急的一个核心的方法吧至于是不是有人愿意去买房那个个人看需求。你说我这家里就是住不开了，我就是想去买，也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在今年的9月10月份，卖车的已经疯了大家在疯狂的往外卖车因为各地的政府补贴给的非常的猛我自己都跑到车行去看了好几辆车去了，对吧？都在想是不是要去买个车但是想一想，去年刚把这个各种保养都做完了以后，准备明年再去换了，今年就这样了。如果经济刺激不起来的话，到了明年各种的这个刺激政策，各种的补贴一定会继续上升的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房地产的话，到了明年会不会继续去放松，继续去给补贴，价格继续去下滑呢？这个不好说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说我着急买房那你就去折腾。你说我不着急我还可以再看一看，这个反正您自己想着办这就是我们这次讲的第2个故事，就是这个4万亿房地产刺激政策，乱拳打死老师傅都是哪些乱拳，对吧？以及我们是不是又要经历一次解禁时刻，然后让大家有一些企业或者有一些人吧，在休克中就突然不见了大家就慢慢把它忘掉就可以了，剩下的进入白名单我们就救活你。然后在救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各种规矩我们就不讲了。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有人这个在上海喊过一个口号，依法抗疫就是不抗疫，对吧？这个我们都要去抗击疫情了，还跟我讲法，对吧？还要讲监管，还要讲规矩，还要讲规则，开啥玩笑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看看刚才我讲的各种房地产相关的政策，就是打破条条框框，对吧？打破所有的规章制度，把钱都发下去让他们赶快去折腾那么这个过程的话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未来的几个月房地产的价格到底向哪个方向走当然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据说是都在快速上涨，对吧？因为他们又有救了嘛，对吧？但是到底能救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经济的交易还没起来，对外的外贸，特别是9月份的外贸数据
叫一个凄惨，惨的一个实在没法看的一个数据，对吧？为什么现在讲的就是全球的需求放缓，那你世界工厂就一定转不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内需拉起来吧，让内需怎么能够转起来？这件事情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还是说，啊，所有政策下来了没问题，对吧？在下来以后，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啊，不要快速再把饼翻回去。疫情解禁了以后，虽然我们所有人都阳了一次，都去感染，都在家躺过了一个时间，但是呢，剩下的人，我们的日子还要接着过下去，对吧？至于有一些这个没混过来的人啊，我们只能说，哎，你的运气不是很好，人品不是很好，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剩下人只能接着往前过啊，都是幸存者。好，这就是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评论吧。刚才问了一下 GPT，拜登是历史系政治系的，川普是经济系，奥巴马是政治经济国际外交，布什是历史，克林顿是国际关系，老布什是经济学，里根是经济学，卡特是公政学理科，尼克松历史，肯尼迪国际关系，基本上是文理9:1。一个文科生键盘侠的发言，对吧？美国的这个政客应该是文科生多一些。这么说，美国的名校文科生的理科不差，大国有点不一样。玄学森在加州理工喷气实验室的同事，老钱帮他拎包了，后来成了有名的现代美术家。大国理科很多可以欣赏文科的审美，反过来文科欣赏物理，什么意思？这个最后半句没看懂啊。塔主的茶话会，我也是理科毕业，现在研究历史，看那些用文学修饰手法写的历史书，可以把我逗乐来。一边说失败的原因是腐败，另外一面说现在是时光背景不同。我总结出文科生最大的优势就是 PUA 他人。我觉得是这样，你举的这个例子呢是这个文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也只能这么写，对吧？你要说这个叫什么失败的原因是腐败的话，你可能这个书就发表不了了，啊，或者就直接就关掉了。前两天那个谁司马南跑去开封做直播，看到这个谁来着？看到这个包拯，对吧？上去说，哎呀，包拯这个实在太好了，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对吧？这个铡刀下面天子与庶民同罪，一刀下去就一刀两断啊！这句话说完了以后，直播间咔嚓就关了，好开心。这咱们在 YouTube 直播就不用担心这事儿，他应该是在抖音直播的。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文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逻辑思考的能力。文科生之所以给理科生笨的感觉，是因为很多文科生是整体思考的，而并不会用逻辑思维沟通。这就是沟通的鸿沟。对，其实文科生有很多是感性的，就是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而理科生呢，就是他会把一个东西分解开，让它逻辑自洽。聪明人啊，其实就是会逻辑思考的人，而并非学什么学科。我觉得呢，理科生也需要学一些感性思维啊，文科生也应该学一些理性思维。欧美的文科学演绎法和归纳法，内地的文科学信仰，这个说的到点儿上了。对，是这样的。其实国内的文科教育也有好的，可以批判思维的，可以批判思考等等，但是找工作的时候就都老实了。哎，国内我觉得好吧，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住建部开会前，我还去做多螺纹钢、玻璃什么的建材期货了，开一半直接给我干止损了。啊，这什么情况？做多应该是好事啊。
对啊，什么是整体思考？中医很多西医学中医的，中医学西医有点困难。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叫中医西医啊，我一直叫现代医学与古代与传统医学。就是呢，你受过良好的现代医学教育的这些学者，他呢去考古啊，发现或者研究这些古代医学的文献，这个事儿呢是有作用的，对吧？对于他们现代医学的发展依然是有助益的。至于那些跳大神儿的呢，啊，你让他去学习现代医学，他缺乏基础知识。政治家大人物从来不做技术工作，只指明方向。啊，大人物做具体事儿，他是几万个 AI 也不够用啊，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事儿不好说。大人物的事情我们不懂啊，我们就是小人物，所以周五都没出去玩来看直播了啊，欢迎。今天我的微信订阅第一条 GDP up，第二条各部门又开记者会，第三条消费贷广告，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啊，我现在每天都接到银行的电话说你要贷款吗？这个现在都是银行直接打过来。塔主不逻辑，也有好的，不是说国内文科教育不差，这个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了。GDP 涨啊，貌似到不了5了吧？这个其实是这样，中国的 GPT 是以人民币为计数的，对吧？你只要把钱印出来，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到的。up 和5是两件事，是的，只要涨就行。螺纹钢、玻璃什么的建材期货，这几天大国遍地都是忽悠小模型组发电站 SMR 概念的股票，没准可以玩短线。这个有点玩的是心跳了，反正我对这个事儿就不懂了。沿海地方公职人员2023年发不出奖金，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沿海以外的欠薪从2023年就开始了。是的，所以这些钱你想发到这个不要分批给，一把都给到这个监管账户里去，真的能看得住？根本看不住。房子可以堆肥，然后退楼还田，发展农业，你这个思想很清奇嘛？其实地产资金链断裂下行是诱因，但真正压死骆驼的是银行抽贷和监管账户里的业主的建房款被抽走，银行自保把一个行业炸了。现在只是让银行赔点医药费，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相互伤害啊，就是从上到下没好人，除了买房子的这些倒霉蛋之外，其他都是坏人。多余小区可以改成公墓，哎，你这个又太抽象了啊！大选年出口数据居然不好看，这个很危险的数据信号。这个美国大选，咱们中国出口对吧？当然你说这个现在都是拜登也好啊，现在不叫拜登，哈里斯跟这个川普还有几个礼拜就可以去见分晓了。他们现在应该在努力的在 TikTok 呀，在这个 Twitter 啊，在Meta上打广告啊，这个一定在干这件事。房地产股票也是会前涨，会开着开着就崩了。是的。说到疫情，我刚打了最新版本的新冠疫苗啊，现在还有这东西啊。今天话题没有3季度的 GDP 吧？没讲，没看啊。想做建材期货，建议先去佛山看看惨字怎么写。好吧。大国文科特别容易感性，马可·波罗的大国学习遥遥领先，很难理性想到是为什么大国没有马可·波罗去罗马学点遥遥领先回来。咱们都是郑和下西洋，对吧？先把下面割掉，然后去了以后宣扬这个
大国很强大，对吧？就干这件事情，宣扬天朝上国的神威，咱们也干。而且到现在为止，好像考证马可波罗这个人是不存在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杜撰出来的，啊，现在好像是这样的。去过美国大选年啊，中国的零售出口都过去美国大选年零售出口都非常旺盛，今年就不知道了。咱们看看后面会怎么样呗。对，这就是今天的直播。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这周的会员节目我还没想好要做什么啊，等我这2天稍微想一想。明天休息啊，后天的话再去跟大家进行更新吧。大选年是有义乌指数，我觉得以后大选年可以出 Twitter 指数，谁家打的广告多；出这个 TikTok 指数，谁家打的广告多，啊，谁家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大，以后可以出一些这样的指数，一定会非常有趣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周末愉快，再见。结束。